如果我在收复台湾的时候，美军要用航母来干预，那我们会毫不客气，早就为美军航母准备了充足的东风快递。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鲍明说。这集的话题是中国新一代航母即将下水，东风快递的加持可以推动世界和平。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中国可能在端午节期间下水第3艘航空母舰。下水就标志着干船坞建造阶段的结束，然后将进行海上的试验和设备的安装。中国的这一艘新航母，国外称为003号，不但是中国海军力量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体现了中国国防工业和海军装备部门锐意进取的成就。解放军海军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是从乌克兰购买的未完工的航母瓦良格号。瓦良格号来到中国以后，经过我们大连造船厂的全面的现代化的改造，成为了一艘功能完备的航母。我们在辽宁号的基础之上，又建造了山东号航母。通过这2条航母的建造，我们基本摸清了有关航母的一系列的问题，从建造过程中的材料、结构、布局，到使用中的原理、战术、战法，基本上掌握了航母作战使用的特点和规律，培养了一批舰载机飞行员和航母的操作、使用、维护、维修的力量。我们用20多年的时间，走过了美国110年的航母发展之路，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聪明之处啊！我们通过这种小步快跑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里面，用最小的代价、最稳妥的快速形成了战斗力。在山东号建造完成以后啊，中国的船舶工业就具备了研制航母这种超大型战斗舰艇的基础能力。第3艘航母的建造是完全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开展的。那么这艘航母啊，不但采取了美国尼米兹级的那种类型的大型平通甲板，而且布置了至少3台电磁弹射器。弹射器的作用呢，就是让舰载机在加满燃油、挂满弹药的重载状态下正常起飞，而滑药甲板起飞的作战飞机往往要限制燃油或者是弹药的携带量，这对于战斗力的发挥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呢，无论美国海军还是法国海军，宁可付出很大的代价，也一定要研制装备弹射器的航空母舰。第3艘航母的出现呢，体现了中国已经具备电磁弹射器的研制能力。那在这个世界上，目前除了中国，也只有美国才具备设计研制电磁弹射器的能力。连法国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上的弹射器也是委托美国制造的。所以第3艘航母的建造完成，意味着中国在这个战略性领域打破了美国的独家垄断。根据卫星头像的测算和对比，003号航母的尺寸呢，与美国的尼米兹级航母基本相同，应当也是一艘10万吨级的超级航母，排水量啊比辽宁号、山东号都要大不少。投资建造这种吨位的大型水面战斗舰艇是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决策。现在啊，美国在讨论航母的小型化、海军力量部署的分散化。那中国为什么还要建造这种超大型的航母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说到过，航母这种超大型的水面舰艇，在中美俄这些具备战略打击能力的国家面前，其安全是无法保证的。但是在其他国家面前，航母打击力量的地位和作用，那是不可撼动、不可替代的。美国虽然在强调小型化的航空母舰，但并没有放弃福特级的重型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建造。它的小航母主要是针对西太平洋战场的，是在东风快递强大的战略威慑之下不得已而为之，才想出来的一种办法。那在其他的作战方向上，美国还是肆无忌惮的部署和使用超大型的航空母舰。在航母的作战使用上啊，中美之间是互相制约的，你不动我，我就不动你，我就不打你。如果我在收复台湾的时候，美军要用航母来干预，那我们会毫不客气，早就为美军航母准备了充足的东风快递。而美军在亚太地区如果不能或者是不敢使用航母，那他只能对中国的统一行动干瞪眼。在这个前提下，中国将在解决台海、南海问题上占据完全的主动。好，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